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3月18号，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频道，欢迎大家参与直播。我们今天的直播是从美东时间12点半到11点，只有半个小时。那么，在等待大家提问的时候，我们可以简单说一下现在这个盘面。大家提问的时候，请把英文名字或者代码打上来，这样的话不容易漏看掉。现在这个盘面呢，因为在上周五直播的时候我提过，现在整体的这周三有非常重要的美联储的利率决议，还有它的这个大记者会，对吧？都在周三。那么就看现在这个市场能不能够在这个美联储这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之前，再次突破这个点位5703。如果说能够突破5703的话，也就是说在周三当天突破也可以，这样的话就反弹够一笔了，对吧？反弹够一笔，如果说还能贴近这个200天均线的话，也就是离这个黄金分割 0.382 也非常近。如果说能到这个位置的话，在它的大记者会之前，因为大记者会上可能更重要，当然首先要看它降不降息嘛，对吧？如果说不降息的话，就听一下它在2点半的这个大记者会上有没有什么更多的东西出来。那么如果说在当天，它如果说能冲到这个位置，可以先减一点，对吧？防止它砸盘。如果说它不降息，然后对这个整体的展望又非常悲观的话，那么这个市场肯定是不会出现一个很好的一个状况。所以说现在提防这个，所以说如果说到了这些位置，那么就提防先减一点。如果说它要降息的话，那就看能不能够继续往上冲一冲，对吧？冲到这些位置是一个非常好的让我们出逃的机会，因为这都是二脉，到了 0.382 也是二脉，针对前面这个最高点6147的话都是二脉，所以说如果说给到出逃点的话，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因为日线的二脉，你如果说能抓住的话，起码能够避开后面的大的下跌，对吧？因为也没有办法预测后面的下跌是有多深，因为一般就是如果说你以浪形分析的话，一般是1、2、3浪的话都是主跌浪，它可以是跌得非常深，所以这个二脉最好能抓得住，这是在这里再做一次提醒。因为我们下一次直播是在周四，所以周三我们也就是明天是没有直播的。然后看一下艾米林朋友问，分析一下 Meta。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我有一次直播的时候，也是刚加入会员是吧？有一次直播的时候，非要问是不是要补仓，是不是？你是不是在什么700附近买的吧？还是在哪儿买？不知道是不是你啊？但是感觉有点像。又创新低，目前所处的位置是跑进左侧的中枢了吗？你说的所谓的左侧中枢是不是这个？对吧？你说的是这个中枢吧？那么，因为它在周线上已经回撤够笔了，我们现在可以以非同级别分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周线上从740跌到这个579，在周线上已经够笔了，我们可以只分析这一段，这就是用非同级别分解的好处，就是你能够更清晰简单的分析你的结构，你的关注你可以不关注左侧了，也就是说从740左侧这些你都可以不看了，我现在只看右侧这个结构，右侧这个结构内部的饱满度，如果说在本周期的话，现在在日线上本周期只有一笔下来，对吧？当时你说是要去有支撑，我告诉你当时这个弱势的时候是不看支撑的，那么现在所谓的支撑都没有用，我们最重要的是看结构，走势的结构是最重要的，什么 MACD 啦，什么那些辅助的判断均线啦，
都是辅助的，最重要的是结构。所以说现在就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也就是1小时上。好的，看一下结构，这是1小时上面有一个中枢，现在下面已经构造了第二个中枢出来。我们把第二个中枢给它画出来，所以1小时上已经有2个中枢了。但是呢，2个中枢高低点有接触，就是这个构成中枢的这个结构，或者围绕中枢震荡的这个段有接触高低点，这个中枢升级了。中枢升级的话，就变成一个大中枢了，相当于前面是进入段，从这里可以继续离开。它跟这个趋势下，我在这简单说一下这个区别。就一个中枢、2个中枢，这是2个中枢的高低点没有任何接触，这是一个趋势下。如果说你是这样的一个中枢，相当于这有一个中枢，这有一个中枢，但是高低点有接触了，那么这个中枢就升级了，相当于一个大的扩张之后的中枢。前面是进入段，可以再往下跌，在这里再做出来一个大中枢，再结束整个的这一波下跌，对吧？所以这是有区别的。所以现在就是在这个位置，它可以往下走，对吧？这是我们用模型来分析。但是呢，想要改变现在这个情况，需要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起码要站上这个中枢，你起码要突破这个中枢，然后一个回踩不回到这个中枢，我才能说前面这个下跌可以结束了，就是以一个扩张之后大中枢来结束它的盘整下，然后以这个574这个点位往上走，可以这么演变的，对吧？你现在可以以这个最低点574这里，可以假设这里，如果说这里是这个短期的低点的话，我这里起码首先要，你也可以在这里震，我也可以在这里震，然后啪一个上去不背驰，也就是进入段跟离开段不背驰也可以，对吧？不管哪一种方式，也可以3段不背驰也可以。这样的话，我也可以说左侧的这个结束了。当然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可以把这个最后这个中枢震出9段来，1、2、3、4、5、6、7、8、9段升级，前面这个小中枢变成进入段了，还可以这样走，对吧？所以说从这个位置，它的可变化性是比较多的。唯一我们要等待的就是出现，你要么给我背驰啊，要么出现多空的强弱变化。什么叫多空强弱变化呢？就是这种就是多空强弱变化，这就是不背驰了，对吧？第3段跟第1段比较不背驰，就说明这多的这个表达比之前的这个表达要强，还有这个很短的这段做空的这帮人的表达，对吧？都是强的，你才能说这个有变化了，你才能说这前面这段走势类型可以结束了。在没有出现这种之前，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要到这个中枢上面来，那就是更强的表达了。这是最强的表达，是一个2、3买重合的一个位置，也可以。但现在都没有啊，对不对？现在你所能做的就是围绕这个最后这个中枢震，期望它不出现9段。出现9段的话，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这里出现9段了，但是呢，它也可以往上走，对吧？因为你可以从这里断开之后，还是要看这段的表达要不背驰。如果说出现9段了，它也给你表达出现离开，但是这个离开跟前面进入段比较没背驰，它还可以下来。所以说呀，现在这个位置就是非常复杂的。那么你所能做的就是在1小时里面做震荡就好了。你也可以把这个最后这个中枢的中轨给它添加上，然后做一个中轨可以作为一个多空的一个分水岭，在中轨之下的话是偏空的，你回到这里的话可以减仓，甚至做空它还要再下来之后跌破前面的话，就看看它的进入段和离开段有没有背驰，有背驰的话它还要再回来，直到不回来，不回来就会出现一个3卖点。那么这种的话就会结束最后一个小中枢的，因为这个中枢是升级的，一次反弹确认还不够，需要2次反弹确认才是这个上面这个大中枢的3卖。我用不同的颜色，这个红颜色的这个反弹相当于2次反弹确认，这个小中枢跟前面这个升级之后的中枢相比较是3卖，还可以再下来。所以说呀，后面的走势是非常复杂的。那么我建议你就是
先用最后这个中枢来做你的防护，对吧？出现背驰了，买一点，回到中枢里面了，回到中枢里面减一减，下来了不跌破前面的中枢，二买再看，对吧？就是一段段做，所以说你能够做的现在就是1分钟1小时的这个内部的一个中枢震荡，但是现在呢有一点好，就是又快要到了这个200均线了。我之所以在我的分解中给大家讲这个2个均线的目的是，其实是偷懒的，因为好多人可能对缠论不太熟悉的时候，你用均线的话更明了，对吧？到了均线这个附近买点，到了均线这个比如说它反弹到均线上面的均线的位置，得到压力的时候，你再卖一点，这是一种偷懒的方式。如果说你对缠论、对分析结构不是那么精通的话，但最重要的还是要看结构。这个均线所谓的这个支撑阻力的话，都是马后炮来看的，对吧？走出来了，我在这个位置到了这个位置上去了，我才能说这里有支撑。它完全是可以砸下去，然后一个反弹不到这个支撑上面就变成了阻力了嘛，对吧？所以说不要用这些支撑阻力来分析，这些都是所谓的预测理论。这个东西它的准确性太差，你只能含糊来说啊，它在120天之上，在200天之上，这都是很含糊的理论。但缠论就不是含糊的理论，它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我现在是在中枢上面、中枢下面、中枢的内部，有没有底分型，我都是非常明确的，有明确的概念的。所以说你能做的就是现在就是1小时的中枢震荡。好的，那么的话，这个 Meta 就讲那么多了。大家可以继续提问。那么在等待大家提问的时候，我们可以分析一下现在市场中动能比较强的，毕竟时间比较短，我们今天只有半个小时一共，可以看一下这个英伟达，因为英伟达今天好像是有一个 GTC 大会，对吧？这个英伟达 CEO 会在这个 GTC 大会上会有一些讲话了，有一些产品介绍，可能是就这个，对吧？所以这个是相对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他们的新的 AI chips。所以说这个大会可能会影响一些这个英伟达的一个走势，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具体的这个大会的时间不知道是在盘后还是在盘中，但是你们可以自己关注一下，它会影响今天或者影响明天它的一个图形。但是英伟达这个反弹，我们简单说一下。这个反弹已经够比了，英伟达这个从最低点104反弹到现在的价格122.89，已经反弹够比。那么反弹够比，虽然说下面有包含关系，但是上面也有包含关系。用严格比的定义的话，这是不够比的，因为经过包含处理之后是不满足这个比的定义。但是现在周期是够的，对吧？首先要保证这个周期，也就是说，首先你要保证5根 K 线，这5根 K 线先不说有没有包含，先保证5根。现在有5根了，我如果说这里是一个3脉的话，可以先当3脉用，就是说针对上面这个中枢是3脉。那么出现3脉之后，它可以再回撤一次，给一个2买，3脉转2买，有这么一个模型。不跌破前面的104.77的话，就是2买，可以再回来。在这里做中枢，可以再上去，以这里为作为分节点的话，对吧？这是一种模式。还有一种就是再次跌破这个104.77，那就看这个3段有没有背驰。没有背驰的话，可以继续跌；有背驰的话，可以上来，在这里再做一个第2个中枢，然后再下。那相当于2个中枢有接触，就扩张了，对吧？所以说现在就是看。因为现在已经形成日线的顶分型了，那看这个顶分型能不能够成立呢？它也可以是一个中继的被打掉，也就是104.77向上一个延续，对吧？向上一个延续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104.77上涨没结束，它完全是可以再拉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也可以的。比如说受到这个 GTC 大会的一个刺激，或者说明天美联储的一个利率政策的一个刺激，它再拉回来也可以的。但是现在就看你的一个仓位的一个配置，对吧？现在出现了这种，你在这个122.89附近有没有解？然后1小时上的话，现在1小时上它现在是好就好在是只是一个一笔上一笔下。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测一下跟前面的这个比较，它这个回撤的话也是比较浅的，只是踩到了 0.32， 所以这里可以再次突破这个 122.89， 也就意味着日线那个顶分型是一个中继顶分型，可以再上去的，对吧？所以说最好是在1小时上或者说30分钟上有背驰，这种有背驰的话，我们再看一下15分钟上，15分钟上只有1、2、3、4，现在只有个4。为什么我要看这个呢？看这个的原因就是来帮助判断这个顶分型能否成为一个中继顶分型的办法。这是禅师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提过的。想要判断这个顶分型是否延续的话，是看它的次级别或者说次级别有没有3脉。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在15分钟上的话，它是有的。15分钟上是有这么一个4浪的一个小反。如果说这个4浪反弹上不去的话，它如果说是选择往下走的话，那么就可能再次跌破前面这个低点。就看它现在就是关注15分钟上有没有一个5浪下，5浪下之后能不能有个大的一个反转走势。如果说一个5浪下结束之后只是回来在这里做中枢往下走的话，那么就意味着日线那个顶分型就会确认，那么就会延伸出一笔来。这就是说你需要结合15分钟的这个走势，结合15分钟上的走势来判断日线这个顶分型能不能够回撤成立，或者说只是一个中继的顶分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其实是一个进阶的一个知识点吧。那么这个知识点如果说你能学会的话，会有效的帮助你来判断中继是否中继，因为这种出现顶分型不是意味着一定要回撤一笔的，所以说能否判断中继与否是一个进阶的一个知识点。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个英伟达可以自己学习一下。然后再看赵雷朋友问 IBM 的话一般很少人问，但是 IBM 图形并不差，我也留意过几次它的这个财报。IBM 图形的话并不差，对吧？它也是现在虽然说不卖那个笔记本了，但是它的也是主要应该是卖一些 service 吧，或者说有一跟服务器相关的，我不太清楚它的具体业务现在。那么但是它的图形上并不差，你看到没有？那么从这个 86.5 之后，它是在月线上做了一个月线的一个中枢，然后开始离开。这个离开段的话明显没背驰，对吧？离开段明显没背驰，所以说现在关注就是看离开段什么时候结束。我们可以把离开段给它高亮一下。那么再看一下次级别，那么在周线上，我们把这个周线的结构给它补全了。最高点应该是这个 266.45。那么在周线上的话，这里是有过一次回撤，然后再次打一个高点。周线上也是以一个浪形的模式往上走的。所以说看我们这个高量这段，进入段3段构成进入段，2次回落构成这个周线上第一个大 A 中枢，然后开始离开回落，这是一个周线的一个3买，然后再打一个高点，对吧？现在周线上是有盘整背驰了，有盘整背驰的迹象，也就是说这3段是有盘整背驰的，第3段明显比第一段弱嘛，对吧？你只有往上这种走势才可能不背驰，所以说它是有背驰的。那么这个是周线上，那么现在就看这个现在经过包含处理之后的话，也有顶分型了，我们就看这个回落这一笔能不能够形成。那么现在你要做的其实应该减仓了，对吧？应该减仓，等待这个回落这一笔。回落这一笔的话，那就关注的就是可以这里有一个类中枢，可以在这里画一个类中枢。那么这个类中枢也可以画一个中轨，我们把它可以画出来。然后把它中轨也加上，已经加上了，对。那么就看它在这个类中枢的位置，最好是能够在中轨以上，这样的话就在这里可以做一个大 B 中枢，前面这里是大 A， 也就是说月线上那一笔可以没结束，就是说月线上这个从120的上涨，我们现在看它可以没结束的，因为周线上现在只有一个中枢，对吧？只有下面的一个中枢，它可以在这里再做出来大 B 中枢之后再打一个高点，再结束整个的这个上涨。
所以说这就是这个你通过大周期跟小周期的结合起来看。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是月线上那笔可以结束，什么情况呢？就是以266.45作为分割的话，可以这样就不看它。那就是首先你要跌破这个，这有一个300这个位置，对吧？你要跌破这个214.61啊，你如果说想回撤一笔，可以跌破它，然后一个弱的反弹给到一个周线大二脉走反向，对吧？也可以是在这里做一个中枢，然后下去也可以。所以说你要想出现反向的月线一笔的话，那么这个中枢的这个位置就决定了它的一个强弱的一个强弱度，所以你就以这个周线这个中枢来分析就好了。所以说现在先减仓，等待它回落之后，回落企稳了，对吧？以这个中枢为这个标准，企稳之后，看能不能够再上去，那就看它的日线上有没有盘整背驰。好的，这就是这个 IBM， 然后看 Tomlex， 问百度。百度的话，这个我们之前是分析过几次百度，因为百度的话，它的图形比较简单，其实它是在月线上有这么一个大中枢，月线上这个大中枢你就中枢震荡操作嘛，中枢上方力度减弱了减一减，中枢下方力度减弱的时候加一加。其实这个尤其这个周期越大，越能体现这个公司的一个基本情况，对吧？像百度这种没有出现基本面明显变化的时候，它是不可能脱离这个价格区间的呀。它从110到160，就是它的一个合理价值区间，或者说合理估值区间。它没有出现，像它怎么不发明 DeepSeek 呢？如果说 DeepSeek 是百度发明的，那百度现在可能在这儿呢，对吧？所以说图形能够明显的体现这个公司的一个基本面，那么你应对百度的话就很简单嘛，现在加一点嘛，对吧？只要不快速往下杀的话，你现在也没有明显快速往下杀的迹象啊，加一点，然后回到中枢里面来，看它到什么位置，是到中轨还是到这个中枢的上沿附近卖一卖，就是一个中枢震荡，没别的。所以说百度的话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再看他问的这个比特币，比特币的话最近的走势是相对偏弱的，对吧？那么特朗普是在前一阵画了个大饼，这个家伙画了个大饼，然后把大家的兴致都提得高高的，然后呢这他妈的他可能是不知道他家里面他的孩子，因为他儿子其中有一个儿子是主要管比特币相关的一个业务，不知道是这波老鼠仓有没有他儿子参与，对吧？当时就在这一天，这根阴线这里是当时我们是测过有一个等比例的位置，这有一个等比例的81337，当时在这一天的时候是一个快速的一个下沉，然后被拉回来，这明显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空头陷阱。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提前，因为我也看到一些消息说有人提前知道了，提前利用这个位置埋伏进去了，然后他发的推，发完推，他在他自己的那个什么 True Social 上面发的那个推文，发完推之后，然后又慢慢又回来了，对吧？不知道是不是他儿子的公司在这里进了老鼠仓，然后做了一波非常短的一个短线，然后现在又下来了。所以说现在比特币最重要的就是那个特朗普的之前的这个没有兑现，对吧？他说现在只是不卖他们政府拿的那些比特币，那有啥用啊？你不卖你不买呀，你得买呀，对吧？你只有买才能够说你有信心，然后继续这个持有，你光持有之前的没有任何意义，对吧？所以现在比特币的话，现在就是没有大的政策支持。但是呢，我们是分析过之前这个位置有希望有一个这个1、2、3、4的反，4的反如果碰不到前面的91178的话，还有5的。但是现在即使是这个4浪反弹也是非常的磨叽，对吧？没有任何的这个大的刺激。然后在4小时上，这里是有一个4小时的中枢了。那么现在这个4小时的中枢的话，还是在这个4小时中枢震荡，
没有出现的，这是4小时的进入段，希望能打出去一次，以这种方式来构成日线上那个4浪反弹。如果说这个离开段，如果说能不背驰的话，那这个4浪反弹能强一点，也就是日线上那个4浪反弹能强一点。如果说这个离开段很弱的话，也就是这个反弹很弱，没有进入段强，那这个基本上这个4浪反弹就完事了，还可以有5。所以就是现在，你只要盯着这个4小时这个小中枢就好了，只要它不快速往下杀就完事儿，只要以这个7655作为防守位就好了，对吧？但是呢，比特币的就是不要玩这个合约那些东西，如果说那个是很容易被干爆的，那么你就买 ETF 就好，长期看好，下来加一点，上去减一减。现在没有明显方向的时候，它就是在这里磨叽。好的，还有4分钟时间，我们可以再看一个4分钟时间，可以再看一个这个 Tomlex 这个位朋友还问亚马逊，我们可以看一下亚马逊。亚马逊的话，我们是一般很少分析的，只是在财报的时候可能会讲一句。我们可以今天把这个亚马逊的利用最后4分钟时间，把它的这个图形看一下，看看它有没有什么结构。现在周线上是回落够一笔，月线上的话是没结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以周线上242这里分析的话，前面它这里其实是从81.43这个上涨，你不能说它结束，因为它是以一个浪形模式进行的，1、2、3、4、5、6、7浪之后，因为我们在模型里面有7浪衰竭和9浪衰竭，对吧？你等它到7的时候，或者说有9的时候，你就别往里冲了。你知道这两个模型肯定是不会这个位置大仓位往里冲，对吧？因为你知道这里可以结束了。那么现在它回来了，现在从242回来之后，这里是可以构成了一个周线中枢的，周线中枢之后可以再上去，对吧？所以这是在周线上我们可以站定，这里有一个中枢。为什么只能说是站定呢？因为这个第3段就是中枢的第3段没结束，现在没有办法判断它结束，起码连这个底分型都没有出现，对吧？它可以继续往下跌，甚至跌到这个120周和200周均线这里，一直跌到这里也可以。所以我们现在判断的就是需要判断这一段下跌有没有结束，或者说有没有结束的迹象。看一下它的次级别，日线上还是一笔，跌得非常的不能说连贯，但是也不能说流畅，但是它是比较纠结的，跟其他的这个大科技公司跟七姐妹都是很类似的一个结构。我们看一下它的次级别，那我们把它次级别这个结构给它画一下，然后说一下它的结构，应该跟这个刚才我们说的那个 Meta 应该差不多。这里也是做了第2个中枢，上面是一个大 A 中枢，现在是一个大 B， 现在它的整出来3个中枢，在1小时上，这个亚马逊做出来3个中枢，3个1小时中枢，发现没有？这是第1个，这是第2个、第3个，但是第2个跟第3个有接触，这个中枢升级了，这个中枢升级就让这个事情变复杂了。那么前面那个都变成进入段，它可以跟按照我们刚才分析 Meta 的时候那个模型，可以继续往下跌，对吧？一样的，跟刚才那个 Meta 的这个操作的这个策略一样。这是最后一个中枢，这是你能够在这个周期上找到的1小时的最后一个中枢，利用最后一个中枢来做你的中枢震荡就完了呗，对吧？中枢下方跌到中枢下方力度减弱的时候加一点，回到中枢里面看看这个次级别有没有力度，强的话最强是突破这个中枢，然后回落给一个2、3买重合的位置，这个位置要多加一点，然后看它能不能够打离开，或者是一样啊，3段，对吧？或者是9段，震出9段来，然后再继续跌也是可以的。就是你能做的，针对这个的话，就是1小时的最后一个中枢的中枢震荡。好的，那么的话，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有半个小时的直播。那么我们下一次是周4，同一时间周4。那么我们就下次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参与。